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欧豪演技有突破，是一场北上的旅程，还是南下的困局？近些年，国产剧的类型越发多元，但真正能兼顾剧情深度、角色塑造和现实关怀的作品却寥寥无几。北上在爱奇艺上线后，迅速引发了一波热议。这部剧到底是年度黑马，还是一场高开低走的北漂梦？题材与人物叙事，现实感拉满。北上讲述了一群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来到大城市奋斗的故事。尽管北漂题材并不新鲜，但该剧凭借精准的现实细节、犀利的台词和鲜活的人物，打动了无数观众。房租暴涨、职场 PUA、社会阶层壁垒等现实问题被编剧巧妙地融入剧情，让人感同身受。角色塑造与演员表现突破与挑战。白鹿饰演夏凤华，从甜宠剧女主到现实主义蜕变。白鹿此次在北上中挑战全新角色，饰演来自运河边的小镇女孩夏凤华。从黑皮钢牙妹到北漂创业的都市丽人，她的角色变化鲜明。为了更贴合角色，白鹿不仅剪去标志性长发，还主动晒黑皮肤，佩戴牙套，将一个充满韧性、倔强不服输的职场新人演绎得十分真实。她的表演层次分明，前期的懵懂与冲劲，职场受挫的迷茫，后期的独立与蜕变，都在她的微表情、眼神和肢体语言中得到体现。尤其是深夜痛哭的戏份，细腻又充满爆发力。可以说，白鹿在该剧中成功突破了自己，以更细腻的表演证明了她在现实主义题材中的可塑性。不得不说，白鹿的演技近年来持续进步，从古装剧到现代剧，她的表现越来越具有层次感，摆脱了甜宠剧女主的刻板印象，在北上中展现了更深层次的演技。欧豪饰演谢望和，沉稳细腻的现实主义表达。欧豪饰演的谢望和是一个从底层拼搏的年轻人，他的性格坚韧，内心矛盾丰富，既有对梦想的执着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迫。欧豪一向擅长塑造硬朗角色，而此次他选择用更加内敛的方式演绎角色的成长，让角色的每一次转变都显得合理且有层次。从早期的彷徨、挣扎，到后来的成熟蜕变，他通过细腻的眼神、克制的情绪表达，让观众看到了角色的复杂性。而他近年来一直在突破青春片标签，尝试更多现实主义作品，北上无疑是他的一次成功挑战。叙事节奏与剪辑风格紧凑且有新意。相比许多国产剧的注水问题，北上前期节奏紧凑，几乎每一集都有推动剧情的关键事件。剪辑风格也颇具特色，采用纪录片风格的访谈式画面，使得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国产剧通病依旧难治，前期的剧情让人眼前一亮，但到了中后期，主角的成长路径开始变得套路化，一些情节过于戏剧化，甚至有点狗血。尤其是某几条支线剧情发展得过于生硬，仿佛是为了制造冲突而冲突，影响了整体的真实性。也有不少观众吐槽，女主角的性格设定存在割裂感。前期她是个充满理想的职场奋斗者，但中后期剧情让她的行为变得不够理智，甚至让人怀疑编剧是不是在强行制造矛盾。这种人设的不稳定，让人有观众弃剧的冲动。观众一边骂一边追的真香现场。作为一部现象级剧集，北上的讨论度极高。社交媒体上，有人狂赞他的现实主义风格，也有人怒斥剧情发展崩坏。好评派认为该剧对现实的刻画非常有共鸣，不管是北漂群体的挣扎，还是职场生态的残酷，都让人看到了真实的一面。吐槽派则觉得剧中一些情节太过戏剧化，特别是感情线部分，
让人觉得有点悬浮，不像现实中的北漂那么接地气。更有趣的是，许多观众一边在弹幕里骂编剧别乱写，一边却停不下来追剧，形成了一种真香现场。现实北漂生存现状是否夸张？剧中展现的高房租、低薪资、职场内卷，让许多真实的北漂观众直呼这就是我，以及职场 PUA、年龄焦虑等话题，引发了不少职场打工人的共鸣。尤其是某几场职场戏，同样让人直呼编剧一定是上过班的。但也有人质疑，剧中的这些情节是否过于戏剧化？毕竟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北漂都过得如此狼狈。2. 欧豪明明挺年轻，只比白鹿大2岁，但好像大了10岁。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《北上》的宣传期间，欧豪与白鹿的年龄感差异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尽管两人实际年龄仅相差2岁，但在外形和气质上的反差却让人感觉仿佛存在10岁代沟。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外貌上，还反映在两人的互动和角色设定中，引发了广泛讨论。首先，从实际年龄来看，欧豪出生于1992年，白鹿出生于1994年，两人仅有2岁的年龄差。然而，在北上的造型和宣传活动中，欧豪的外形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，甚至被网友调侃为像父辈。他的肤色偏深，面部轮廓硬朗，眼神中透着一丝沧桑感，这些特征让他显得更加成熟。相比之下，白鹿则因为皮肤白皙、五官精致，加上活泼的举止和剧中少女感的角色设定，呈现出一种青春洋溢的状态。这种外形上的强烈反差，让两人站在一起时，仿佛不是同龄人，而是不同代际的演员。其次，这种年龄感的差异在两人的互动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宣传活动中，欧豪的言谈举止显得沉稳内敛，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，而白鹿则活泼开朗，笑容甜美，与欧豪的成熟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互动上的反差，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两人年龄差异的感知。有网友甚至调侃道，欧豪和白鹿站在一起，感觉像是叔叔带着侄女。这种调侃虽然带有玩笑性质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两人在外形和气质上的巨大差异。此外，剧中角色的设定也加剧了这种年龄感的错位。欧豪在北上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经历丰富、性格坚毅的男性形象，他的造型和表演都强调了角色的成熟和沧桑感。而白鹿则饰演一个天真烂漫、充满活力的少女，她的表演和造型都突出了角色的青春气息。这种角色设定上的反差，让观众在观看剧集时更加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年龄差异。然而，尽管两人在外形和互动上存在明显的反差，但这也恰恰为北上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。欧豪的成熟稳重与白鹿的青春活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种对比不仅让角色更加立体，也让剧情更加引人入胜。观众在观看剧集时，不仅被两人的表演所吸引，也被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所打动。总的来说，欧豪与白鹿在北上中的年龄感差异，虽然源于外形和角色设定的反差，但也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。两人的表演和互动，让观众在感受到年龄差异的同时，也看到了他们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。这种反差不仅没有影响剧集的观感，反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，让北上更加引人注目。但无论如何，北上让更多制作方开始思考，观众真的喜欢浮夸的爽剧吗？或还是更偏爱接地气的现实题材？